在妄言要军事干涉大陆对台行动引发舆论哗然后，美国总统拜登周二改口说，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没有改变。白宫和五角大楼也接连澄清美方立场。对于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中国外交部连续第二天强力警告拜登涉台言论称，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将是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中方奉劝美方听一听中国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中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进行完一轮会谈后，美国总统拜登被记者问及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是否发生改变，对此拜登回答没有，但他没有回答美国是否会派兵保卫台湾的问题。此前一天，拜登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后，当被记者问及有关台海武装冲突问题时，他公然发出挑衅言论，妄称美国将采取军事手段干涉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采取行动，这是美国政府的所谓承诺。这番言论引发巨大争议。路透社认为，拜登这一表态似乎背离了美国政府此前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而白宫方面和美国国防部火速找补。白宫发言人随后声明，如同总统所说，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路透社援引拒绝透露姓名白宫官员称，拜登所说的是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所谓军事防卫能力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地时间周一表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对于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提醒美方，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步伐。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挽救台独势力失败的命运。美国违背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明里暗里怂恿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不仅将给中美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最终也将使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汪文斌还正告美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美方做出的承诺。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不得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红线不容践踏。我们奉劝美方听一听中国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中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实际上，针对拜登涉台错误言论，汪文斌周一就曾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我们说到做到。我们从过去1-2年来看到，美国似乎在很多地方不断的在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就是台湾如果是核心关切的话，它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要推到什么时候才会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一次看起来又是另一次的底线，而中国大陆是非常明确的回应，在白宫这个地方是在很快的在做危机处理，并且要试图修补因为拜登失言而造成的信任问题。对于美方不断炒作涉台议题，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也提出警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周一在春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美中之间的关系紧张，双方需设法避免让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中心点。基辛格认为，美国不应通过轨迹或循序渐进的方式制定两个中国解决方案，并说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耐性，日后也会继续这么做。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拜登的评论可能没有吓唬到中国，且产生反效果。葛莱仪此前就对战略清晰策略提出警示，他认为，若美国今天在没有能力表现出防卫的可信度之下，对台湾无条件做出安全承诺，将促使中国大陆透过对台行动来响应。他说，解放军对此是认真的，对付可能的干预，形塑着解放军几十年来现代化的努力。
美国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戈德斯坦表示，考虑到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和两岸的邻近性，再加上中国大陆的反复声明，台湾是核心利益。美国总统放弃对台战略模糊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在脱口而出的评论中不谨慎地暗示这点也是危险的。若真这么做，将成为中美开战的理由。早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美时也提醒，亚太区域的潜在燃点和争议课题若没有妥善处理，也会升级为公开的冲突。在亚太区域有利益的国家需尝试一切努力，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以免走上不归路。去年11月，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第12届阿斯彭安全论坛上也表示，台湾问题是一条深红线，美国应该远远避开。他还补充说，靠得太近就会有误判形势的可能。黄永红还表示，东盟国家都不希望在中美间选边站。不过，对于拜登涉台言论，台防务部门发言人孙立方周二声称，感谢美国持续协助台军维持自我防卫能力。有台湾学者表示，对于拜登的言论，台湾不用当真，拜登是被记者逼出来的应景说法，不需要太过重视。拜登也屡次上秒说完，下秒就被白宫更正，讲话会越来越没公信力。香港中评社的分析认为，其实台湾方面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这只会增加台湾安全风险，而无实质帮助。其一，美国的所谓承诺并不可靠，台湾得到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其二，不论拜登说什么，中国人都会做好最坏打算，不管美国是所谓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都阻止不了中国统一的目标。其三，中国大陆已公开宣示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说到做到。评论称，拜登所谓要为台湾出兵的承诺，不过是送给台独的一颗政治摇头丸罢了。两岸中国人应有警觉、有智慧应对美台勾连，避免台海陷入冲突，避免上美国人的当。当美国在玩战略模糊，或者是他试图去挑战战略模糊的这条线的时候，时常会有很多的摆荡。如果每一次的摆荡，台湾的反应太过激烈的话，中国大陆相对的反应就会相对的激烈，而这个反击就会回到美国这个边。当两边，就是美中两边开始在这些地方不断的测试底线的时候，其实它相对的是会压缩台湾的空间。而民进党当局在此次拜登亚洲行期间屡屡谄媚却频遭打脸的搞笑姿态，也引发岛内舆论热议。拜登周一在日本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不出所料，妄图挤进这个小圈子的民进党当局被排除在外。台湾民众党也反问蔡英文，所谓大内宣称台美关系最佳时刻，如今代价付出了，牛皮却戳破了，该如何向岛内民众交代？台湾中时新闻网的分析认为，拜登亚洲行炒作台湾议题或打台湾牌的背后，是美国印太战略与中美对抗的大背景。然而，拜登政府的台湾牌作为虽然充满重视、关注台湾的口惠支持，然而在实质关系、经贸协议或对台军售上，几乎没有重要实质进展。